2026年，新加坡的人口数据刚刚出炉，一个让全球震惊的数字诞生了。在这个只有700多平方公里的袖珍小岛上，常住人口已经突破了611万的历史新高。但与此同时，另一个数据却冷得让人发指，我们的生育率已经跌到了0.87。你可能会问阿明，人都快不生了，这611万人是怎么冒出来的？答案很简单，全球精英正在疯狂买入新加坡。最近很多人跟我抱怨说新加坡太贵了，房租贵，用车证贵，连吃碗乐沙都涨价了。政府还把外国人的买房印花税死死定在60%，这几乎是全球最高的入场费。按理说这么高的门槛，大家应该避而远之，对吧？但现实啪啪打脸，2026年的 P2 审批通过率依然维持在13%到15%的极低水平，这意味着每10个人申请就有8个半被无情拒绝。今天阿明就带你拆解一下，到底是哪5个国家的人最爱往新加坡挤？更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看懂这背后的师承逻辑。为什么这个没资源、没腹地的小国，能让全世界最聪明的人心甘情愿地交出买命钱？而这些新移民的到来，到底给咱们本地人带来了什么实处？看完这一期，你就会明白，新加坡强的不只是排名，而是一套极其精密的财政炼金术。我们先来盘点一下，到底谁在占领新加坡。根据2024到2026年最新的移民局获批趋势，这5个国家的人群构成了新加坡系统的核心组件。第一名毫无悬念，马来西亚占比约44%，他们是新加坡系统的原厂电池。为什么这么说？因为从语言到饮食，从工作节奏到法律认知，马来西亚人进新加坡是零成本融入。你家楼下的诊所医生，你公司里的架构师，甚至维持这座城市运转的基础设施建设者，大半都来自大马。他们不是在移民，他们是在给新加坡的社会系统做无缝并网。第二名，中国占比约18%。这几年的趋势变了，以前来的是劳务，现在来的是高净值血库。2026年，很多中国精英看重的不再是单纯的赚钱，而是资产与后代的确定性。他们不仅带来了钱，还带来了东南亚供应链背后的决策权。第三名，印度占比约12%，这是新加坡系统的技术显卡。你可能觉得职场里咖喱味重了，但你得承认，如果没有这批能无缝对接硅谷和伦敦的 IT 与金融精英，新加坡在2026年的 AI 浪潮里根本站不稳脚跟。第四名，印度尼西亚占比约6%，这是区域压舱石。印尼的老钱家族基本上把新加坡当成了他们的中央银行，人可能还在雅加达做生意，但钱包和家眷一定在狮城。第五名就是以欧美和越南为首的新兴力量，特别是2026年，很多欧美高管因为避险情绪回流亚洲，首选就是新加坡。好排名说完了，但这只是表象。阿明今天想问的是，为什么这么多不同背景的人非要挤破头进来交这笔昂贵的学费？很多本地朋友会觉得移民多了，祖屋贵了，工作竞争大了。阿明作为长期拆解政策的人，今天得跟你们说句实话，从财务逻辑上看，这些新移民其实是在给全体新加坡人打工，这就是新加坡最牛的财政炼金术。咱们先看一组硬核数据，2026年新加坡的单一家族办公室数量正式突破了2000家。2000家是什么概念？是2020年的5倍。政府规定每开一家家办，你必须在本地产生至少20万到50万新币的业务支出。这意味着什么？这意味着他们得雇佣本地的律师、会计师、私人银行家得在本地消费捐款，再聊聊那60%的印花税。一个外国人买一套500万新币的公寓，他得先给新加坡政府上供300万新币的税。这300万去哪了？阿明帮大家对了一下2026财年的预算案，正是靠着这些高净值移民贡献的天价入场费，政府才有底气发放超过100亿新币的共同前进配套和乐龄补贴。你家楼下新修的遮阳连廊，你每年拿到的几百块 CDC 消费券，还有你公积金里那稳如泰山的4%甚至更高的利息，背后都有这群新移民交的税在支撑。认知反转一下，很多人以为移民是来抢资源的，但真相是新加坡系统极其聪明的利用了全球富豪的不安全感，把他们的财富通过税收和强制消费精准地导向了本地人的社会福利。这叫什么？这叫收全球之租，养狮城之老。如果你是本地人，当你看到那些开着豪车住着公寓的新移民时，
你应该想的是感谢你为我们的祖屋津贴和医疗补贴做出的卓越贡献。除了钱，新加坡还有一个不得不面对的生死关头——老龄化。到2026年，新加坡每5个人里就有1个是65岁以上的老人。阿明问大家一个很现实的问题：如果完全不招移民，20年后谁来开救护车？谁来修地铁？谁在手术室里给你做手术？这就是我要讲的第2个重点：社会韧性。新加坡的移民政策本质上是在做一场极其精密的细胞修复。我们不是在搞人口批发，而是在搞人才定制。数据不会撒谎。2026年获批的 PR 中，25岁到35岁的年轻人占比明显提升，而且绝大多数拥有 STEM 背景。你看，这就是新加坡的狠辣之处。全球都在抢人，但新加坡抢的是最年轻、最能干、最听话的高级零件。这些新移民进来的时候正值壮年，他们缴纳最高的个税，却在短期内不占用任何医疗资源。他们是在用自己的青春帮新加坡这个老龄化社会续命。所以，为什么小国新加坡这么受欢迎？因为只有在这里，人才被当成真正的资产在管理。我们不是在求人移民，我们是在利用新加坡的品牌溢价，在全球人才市场上进行降维打击。经常有粉丝问我，阿明，新加坡罚款这么多，规矩这么严，那些自由惯了的欧美精英和有钱人为什么受得了？其实你理解错了，在2026年这个动乱的世界，规则才是最贵的奢侈品。这些新移民在自己的国家可能见过太多的潜规则和不确定性，但在新加坡一切都是明码标价的。你想拿 PR？ 好，你看 Campus 计分制，学历、薪水、公司多元化程度清清楚楚。你想安全？好，你只要不违法，凌晨3点在乌节路跑步，没人敢动你。你想资产保值？好，这里的法律执行力全球第一。这种确定性对于普通人来说是安全感，对于富人来说就是生命线。而且2026年的审批逻辑又升级了，现在的一卡不仅看你的存折，还要看你的心。你有没有参加过社区义工？你的孩子是不是在政府学校跟本地孩子一起升旗、唱国歌？新加坡在传递一个信号：你可以带着钱来，但你必须按我的规矩活。这种强势反而给了全球移民一种极大的信心，这个国家不会乱，我的投入有保障。聊到这里，大家应该看懂了，最爱移民新加坡的这5个国家，其实代表了全球不同的资本和人才流向，而新加坡就像一个巨大的、极其精密的漏斗，把全球最顶尖的资源过滤出来，留在这个700多平方公里的土地上。如果你是本地观众，我希望你今天能看透这层逻辑。新移民的到来不是为了取代我们，而是为了维持这套昂贵系统的运转。我们要做的是利用好这些外来资源，保住我们作为系统所有者的优势。如果你是准备移民的朋友，阿明也给你提个醒：新加坡不缺有钱人，也不缺高学历，他缺的是能真正融入这套系统，愿意为这个小国长期稳定做出贡献的人。新加坡之所以是新加坡，不是因为它大，而是因为它贵的有道理，严的有底气。在这个不确定的年代，能生活在这样一个确定的系统里，其实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红利。好，我是阿明，带你看透师承背后的逻辑。关于这波移民潮，你有什么想说的？你觉得60%的印花税是高了还是低了？最后，如果你觉得阿明的分享对你有启发，记得点赞关注。我是阿明，我们下期见。